黑神话悟空中有个蝎子精 BOSS 名叫独敌大王，他出场的时候躺在一个小房子上面喝闷酒。这个房子的取景地是哪儿呢？之前有的博主猜测它是山西临汾的乔泽庙戏台，我当时觉得不太像，因为乔泽庙戏台有几岔，独敌大王喝多了一打滚，那菊花受不了。但我第一次猜这个建筑的取景地也猜错了，我猜的是山西临汾的牛王庙戏台。你看屋顶都是歇山顶，螭吻的构造也很相似，而且这个没有几岔，独敌大王不用担心菊花不保。但是牛王庙戏台的斗拱很整齐，独敌大王这个小房子斗拱的大小可并不统一，支撑斗拱的柱子高度也不一样，那就证明这个取景地可能不是牛王庙戏台。然后我从网上看到有人说这个取景地可能是四川南充南部县的礼峰观，那没什么可说的，去一趟就知道是不是了。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之旅系列的第3期，各位在我的主页搜黑神话悟空就能找到过往的节目。视频创作不易，求个3连吧。我是从重庆自驾过去的，为了节省白天的时间拍摄，我决定夜晚就提前到达南部县，并且找个地方住下。你还别说，这个县城还挺好停车的，据说我订的酒店就在这个饭店的深处，来都来了就往里走吧。第二天早晨在周边吃早点的时候把脚给崴了，疼得我差点没晕过去，现在我这左脚都没好利索。当这1年旅游博主真是没少受伤得病，幸好伤的是左脚，所以不耽误开车，歇了1小时离开酒店奔赴礼峰观。我平时住在天津，很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梯田，这次算是开了眼了。但这一趟的山路不是很好走，其中有相当一段都是很难会车的窄路，但是也没办法，深山里通个路就很不容易了，也不敢奢望太多。如果你要自驾过来巡礼，看到这个位置就该找地方停车了，右上角那辆小白车就是我，千万别按照导航往前开，因为前边没地方停车，也没有好路了。下车之后，我们的礼峰观之旅正式开始。礼峰观的名字可以追溯到五胡16国时期，16国之一的成汉皇帝李雄曾在此处给母亲罗氏修庙纪念，因为罗氏生长于礼峰，故得此名。且罗氏的儿子李雄修庙时封了7口礼峰甘泉，故又名礼峰观。不过那时候的古庙早就不在了，我们如今看到的礼峰观是始建于元朝的建筑，如今仅有部分建筑保留了当初元朝的架构。我们从小院下车，第一眼看到的是正对着礼峰观大门的戏台，戏台放这个位置再正常不过了。本身唱大戏这个活动也是礼神敬神活动的一部分。停车场侧面是个副食小卖部，价格不贵，如果在这买吃买喝记得带现金过来，因为小卖部大爷不会弄2维码。礼峰观的国家级文保牌子在山门殿的左手边，省级文保牌子在山门殿的右手边。山门殿本体是悬山顶，上覆青瓦，屋顶没有天花板，结构是一目了然，不知算不算是侧上明造。殿内正面供着弥勒佛，两侧是非常后现代的4大天王塑像，如果背后再加个韦陀菩萨，那这里就是标准的弥勒殿了。穿过山门殿往右看，能看到一个露天的财神殿，供奉的是五财神关公。五财神这一侧的东配殿如今是地藏殿，西配殿那边是观音殿，中央的正殿隐约有佛像，这个位置应该就是大雄宝殿了。可惜这边不让拍佛像，所以里边也没法讲太细。穿过大雄宝殿，我们就能看到皇娘庙。这个皇娘庙是新中国时期的新建筑，结构和山门殿近似，也是悬山顶，供奉的皇娘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罗氏皇娘，这也是当地人传承了很多年的信仰。但是皇娘殿再往后就没有路了。那么问题来了，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在哪儿？没奈何，只好出来找到不让拍照的那个师傅，花5块钱从他手里买了张票，然后按照他的指引从东侧的路往上走，去逛后面没走到的地方。上山没多久，就在皇娘庙的后面找到了皇娘坟的封土，这封土可能是老的，但墓碑是后期新修的，刻着的年份是1993年。继续往山上走，就能在远方看到一座红色的巨大建筑，看起来非常气派。走进去才知道，原来这是当地人集资建造的新大雄宝殿，不过目前还没正式启动。在这儿我提个小建议啊，既然都有钱重修大雄宝殿了，希望也能扩大一下停车场。将来如果办法会什么的，如果来参加的人比较多，目前这停车场根本就不够用。我看下面那片地就不错，可以考虑改建成停车场。然后我奔着山顶的塔一路向上爬，这小山原本不在话下，但我今天脚瘸了，走路实在是很难。花了很长时间登上山顶后，我发现这个塔名叫铜龙亭，这是2013年新建的建筑，现在已经封着门，不让往里进了。登上最高点之后，我就准备打道回府了。但是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在哪儿？我迄今还没找着呢。我记得独敌大王躺的那个小房子，屋顶是歇山顶，但我这一路过来一个歇山顶都没看见，干脆啊放出无人机看看吧。这次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这片建筑里找到了唯一的歇山顶建筑，看屋顶倒还真是蛮像的，但我刚才怎么没注意到？
原来这间屋子就是始建于元代的礼峰观正殿，它的前脸被四合院挡住了，我就稀里糊涂穿过去，直接到黄娘庙了，所以我没察觉到它。那要是想回去，只能从外侧的山路下去，从侧面看。这次终于是看到了，游戏中小房子的斗拱是大小不一的，从侧面看这座大殿的斗拱确实和游戏里一样，也是大小不一的，但这边有很多障碍物挡着，实在不方便看，只好再从前面绕一大圈，从小路走到另一侧，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取景角度。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礼峰观，最好的观测位置我终于给各位找着了，就在这儿。待会儿咱们就在一起好好逛逛这儿。我们先来对比一下背面，游戏演示视频中小房子后面的外观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站在礼峰观大殿的后面，拍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对比不够明显，让我们把两张图拼合到一起，墙对墙，门对门，柱对柱，木板对木板，这一下子就很清晰了，可以说是完全吻合。然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建筑的山面，游戏的图片里前后的檐柱高度不同，前檐柱比较矮，后檐柱比较高。咱们再看现实中的山面，同样是前檐柱比较矮，后檐柱比较高，和游戏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来对比斗拱，游戏视频斗拱的位置很暗，看不清楚，我这是找到了 4K 画质的截图，调高了亮度，终于能看清楚点了。恍惚能看到前面的斗拱大，后面的斗拱变小了，折合到现实中那是一模一样的。前面是复杂的大斗拱，后边直接就简化缩小了。在四川的元代建筑中，经常会在山面和后檐对斗拱进行简化处理，属于是当地的一种建筑特色了。就是因为后面的斗拱简化了，所以后面的檐柱增高了，这样屋顶才能平衡。另外，四川的古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屋檐的檐角翘得很高。这个大殿相对还好，你看后边黄娘殿的檐角都翘成什么样了？不知道这是否和川渝一带的气候有关？知道的朋友可以来科普一下。至此，我们终于在四川南充的南部县找到了独地大王所塔的小房子，也就是礼峰观的正殿。我在小破站搜视频的时候，几乎没发现礼峰观的视频，就更不要提爆款了。既然如此，就由我来抛砖引玉，给即将来此巡礼的后来人铺平道路，那也是一件好事。如果没有黑神话悟空，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来到这里。虽说我们应当铭记历史，走访古建，但世事纷繁，需要我们料理的事儿太多了，又怎么可能面面俱到呢？也就只能在这种机缘巧合之下，才有望走进这段被尘封许久却依旧精彩的故事里。而在座的各位能通过这个视频去跟随我云逛一圈礼峰观，这无疑也是一种缘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的黑神话悟空之旅还将继续，也希望各位能持续关注我的内容，把我们这段偶然的缘分延续下去。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